复仇的最佳方式是不要成为那样的人。你可以控制你的心智，而不是外界事件。认识到这一点，你将发现力量。与自己和谐相处的人，才能与宇宙和谐相处。不要再浪费时间争论一个好人应该是怎样的，做一个好人吧。过上快乐的生活需要的很少，这一切都在你自己身上，在你的思考方式中。你生活的幸福取决于你思想的质量。我们听到的一切都是意见，不是事实。我们看到的一切都是观点，不是真相。人应该害怕的不是死亡，而是从未真正开始生活。我们的生活是我们的思想所造就的。接受命运将你束缚的事物，爱命运让你与之相遇的人，但要全心全意地去做。沉浸在生活的美好中，观赏星辰，并想象自己与他们一同奔跑。向内看，内在友善的源泉，如果你不断挖掘，它将永远涌现。当你在早晨醒来时，想想活着是多么宝贵的特权，呼吸、思考、享受、爱。拒绝你对受伤的感觉，伤害本身就会消失。灵魂会被其思想的颜色所染上。损失不过是变化，而变化是自然的喜悦。时间就像是流逝事件的河流，其洪流湍急，刚露面的事物立刻就被冲走，另一事物又取而代之。快乐的生活是灵魂的内在力量。害怕死亡的人永远不会做出值得活着的人所做的事。把生命中的每一件事都当作最后一件事来做。愤怒的后果比起其原因要更加痛苦得多。我们的愤怒和恼怒对我们的伤害，比那些让我们愤怒或恼怒的事物本身要大得多。你的生活是你的思想所造就的。接受任何来到你身上，编织在你命运图案中的事物，因为还有什么能更恰当地满足你的需求呢？每一天都会带来他自己的礼物。如果不正确，就不要做；如果不真实，就不要说。生活的目的不是站在多数人这边，而是逃避发现自己位于疯狂者的行列之中。你一生的幸福取决于你思想的品质，因此要相应地保持警惕，注意不要产生与美德和合理的天性不相称的想法。一个人的价值不会超过他的抱负。接受命运赋予你的事物，并爱那些命运将你们聚在一起的人，但要全心全意地去做。永远不要让未来扰乱你。如果必须的话，你将用今天武装自己，对抗现在的同样理性武器去面对它。对蜂巢不利的东西，不可能对蜜蜂有益。任何事情发生在任何人身上，都是他的天性所能承受的。我常常在想，为什么每个人都比别人更爱他自己，但对自己的评价却不如对别人的评价那么重视。宇宙是变化的，我们的生活由我们的思想决定。回顾过去，帝国兴衰更迭，你也能预见未来。没有什么比系统化而真实的研究生活中你所观察到的一切更能拓宽思维的了。你永远保留的唯一财富是你所施予的财富。任何美丽的事物都源自于自身的美丽，不要求任何超越自身的事物。
它与赞美无关，因为没有什么会因为赞美而变得更糟或更好。没有什么地方能比自己的灵魂更安静、更无忧无虑了。宇宙是一种转变，生命是一种观点。如果你仔细观察，你会发现发生的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生命本无善恶，只是善恶的归宿。今后要记住这样一条规则：当有任何事情诱使你痛苦时，不要说这是不幸，而是值得承受，这就是幸运。你的习惯思想如何，你的心灵品格也将如何，因为灵魂是由思想染成的。让人们看到，让他们知道，一个真正的男人过着他应该过的生活。让自己是应命运的安排，真诚地爱护命运安排你与之共处的同胞。不要因为自己的力量不足以完成任务，就认为它超出了人类的能力范围。如果任何事情都在人类的能力范围之内，那就相信它也在你的能力范围之内。明天不算什么，今天为时已晚，美好的生活就在昨天。开始是成功的一半，还剩下一半，再开始一次，你就完成了。不断观察万物的变化，并习惯于思考，宇宙的本质最喜欢的就是改变现有的事物，并创造出与之相似的新事物。生活的艺术与其说是舞蹈，不如说是摔跤。对智者而言，生活是一个问题；对愚者而言，生活是一个解决方案。没有受过教育的自然能力比没有受过教育的自然能力更能使人获得荣耀和美德。贫穷是犯罪之母。愤怒不可能是不诚实的。不要因为一件事对你来说很困难，就认为它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不可能完成的。一个人应该是正直的，而不是被迫保持正直。死亡是从感官的印象，让我们成为傀儡的欲望、心灵的变幻无常以及肉体的艰苦劳役中解脱出来。不要把心思放在你所缺乏的东西上，也不要放在你已经拥有的东西上。一个人能在哪里生活，他就能在哪里过得好。高尚的人以高于自己的理念来比较和评价自己，而卑鄙的人则以低于自己的理念来比较和评价自己。一个人产生愿望，另一个人产生野心，这就是庸人的渴望。不要蔑视死亡，而要迎接死亡，因为大自然和其他一切一样，都希望死亡到来。不看邻居说什么、做什么、想什么的人会省多少时间。我们应该像骏马奔跑、蜜蜂酿蜜、葡萄树一季又一季地结出葡萄一样，不假思索地善待他人。死亡是生命的行为之一。要了解人的真实特质，就必须了解他们的思想，审视他们的追求和厌恶。天资源于理解力，通常是遗传的。来自理性和想象力的天才则很少见。安于现状，不求改变，不畏末日，也不渴求末日。我们过于习惯于将多种因素产生的结果归因于单一原因，而我们的大多数争议正是由此而来。满足于表现出你真实的自我。死亡和出生一样，是大自然的秘密。当你过度愤怒时，想想人的生命是多么短暂。人是为了彼此而存在。地生之物融于地，天生之物飞向故乡。
任何人都会遇到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宇宙秩序和个人秩序不过是同一基本原则的不同表达和展现。随遇而安，勇往直前，不要东张西望，看是否有人注意到你的行动，即使在最小的事情上取得成功，也要感到满足，并认为即使这样的结果也不是微不足道的。以上是我们这一期的智慧格言，哪一句是您最喜欢的？请留言告诉我们，别忘了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我们下期再会。